哇！今日呢一集呢，相當之震撼啊！我諗應該以廣東話地區啦，或者亞洲區嚟講呢，應該都算係最癲嘅一次，就係收集咗全部黑圈黑面啊，大部分啦，唔係全部啦，嘅設計嘅一啲潛水錶，我哋數過總共有27隻啊！咁啊，當中澳門好多錶友呢，就係 Gentleman Club Link 嗰邊嘅錶友借出嚟噶啦，以及有以下呢啲牌子呢，好樂意咁借出佢哋嘅手錶俾我哋 Watch Catalog 去製造翻呢次嘅壯舉啊！所以我呢度都介紹下有咩手錶係借出嚟嘅啦。嗱，Always 有3隻啦，Mido 有3隻啦，波爾嘅手錶啦就榮記錶行借出嚟嘅啦2隻，Zodiac 咧就係 Timeshop 嗰邊借出嚟嘅2隻啦，有 Yema 1隻。Airdox 1隻，另外斯鳩海鷗錶亦都有1隻嘅，都係榮記錶行借出嚟嘅。咁啊，非常之感激，特別是呢，當我問呢借手錶嘅時候呢，已經表明咗呢會同其他牌子一齊展示出嚟。咁呢，老實講，真係唔係個個牌子都有咁樣嘅胸襟嘅。咁所以我哋喺呢度一定要俾翻個 credit 佢哋先。咁同時呢，安排咁多隻手錶呢一齊呢，其實係有啲壓力嘅，即係過關啊，甚至乎啲運送呢。咁希望大家喺呢度可以先俾個 like 啦。咁啊，睇完之後中意嘅話呢，再 share 俾更加多嘅錶迷。咁啊，事不宜遲，即刻開始今集嘅豐富內容啦。時間翻返去1953年啊，手錶界重大嘅一年啊，咁啊 Rolex 同 Blancpain 咧都分別發布咗影響至今嘅潛水錶 Submariner 同埋50 Fathoms 嘅，咁啊邊個先邊個後呢？嗱，一直都議論紛紛嘅。咁 Rolex 嘅粉絲當然覺得係 Rolex 發布先嘅啦，咁但係 Blancpain 嘅粉絲就會覺得Rolex 係去到1954年呢先至正式推出嘅，咁但係都唔緊要啦。總之兩大巨頭都有心有靈犀啊，設計都非常之接近，採用咗一個黑色單向嘅潛水錶圈，再加一個黑色錶盤嘅設計啦。嗱，今時今日睇呢就見慣見熟，但係50年代嚟講呢，其實就非常之前衛嘅。我諗相信呢兩間錶廠呢都冇諗過72年嚟呢已經呢個配置呢成為咗人類對潛水錶嘅一啲基本嘅設定。咁所以呢，我哋就覺得呢每一間廠呢錶廠呢，只要你出潛水錶呢，都近乎一定會出一個黑圈黑面嘅選擇嘅。咁今日呢，亦都有幸咁集齊咗好多俾大家啦。比較可惜嘅呢，就係借極都借唔到 Blancpain 嘅50 Fathoms。咁否則呢，我諗都幾齊全噶啦，算係。而由於手錶實在太過多，咁所以今集呢，我諗只係好快咁帶過每一隻嘅啫。咁啊，以及同 Rolex Submariner 嘅一個左右嘅對比啦，令到錶迷可以了解到喂其他潛水錶其實有咩選擇呢？當然一開始梗係不得不睇翻主人家 Rolex 嘅 Submariner 同埋佢嘅兄弟啦 Deep Sea 先啦。嗱，再之後呢，當然睇埋佢嘅親細佬 Tudor Black Bay 呢個系列一樣係咁經典啊！不過我諗應該同親阿哥為咗有啲分別，所以 Tudor 大部分嘅系列呢，一直都冇 upgrade 到呢個陶瓷圈嘅。咁之後亦都有一直以嚟都係一個競爭對手 Omega 啦 Seamaster Heritage 嘅一個款式。我個人其實都幾中意呢個復古嘅款式嘅，冇日期又長青啦，又比較襟睇啲。不過新款嘅 Seamaster 呢就好似比較接近翻 Submariner 嘅樣式。咁可惜今日亦都借唔到新款呢個 Seamaster 嘅。咁啊之後呢，不得不包括潛水重磅牌子 Panerai 啦。不過佢哋呢，嚴格嚟講呢，又冇一款好似 Submariner 咁樣比較接近又借到嘅呢，已經係比較近代款嘅一個 Submersible 啦，有一個黑陶瓷圈加一個漸變嘅黑面。嗱，其實我自己都仲係好中意 Panerai 嘅，好獨特嘅一個造型，好遠已經可以分辨到。如果呢隻冇埋日期呢，你話幾咁好睇呢？之後 Always 嘅話呢，有3隻，先係復古大約60、70年代嘅一個潛水錶款啦。從佢嘅錶盤呢，你就可以感受到其實實物係好靚好靚嘅。Always 呢一隻有驚喜，我印象其實就係限量嘅。咁另一隻都係類似嘅一個系列啦，叫做 New Divers 嘅系列，大致都係同經典嘅65係接近嘅。顧名思義，亦都係60年代嘅風格啦。復古嘅一個凸玻璃，實物睇一樣係好靚好突出，因為本身隻錶好薄呢，咁整體個感覺其實係非常之好嘅，又唔係太厚。嗱，如果呢個冇日期嘅話呢，我相信呢就更加之完美啦。嗱，最後嘅呢個就係現代版嘅 Aquas 啦，咁另一個 Always 長青嘅系列，整體嘅線條就硬朗一啲啦，我自己都覺得靚嘅。咁唯一呢個系列呢，因為又係全部都有日期。
點解啲錶廠呢唔可以出一啲冇日期嘅選擇呢？喂，Longines 都揾咗兩隻，第一隻係舊款嘅 Hydro Conquest， 個人覺得其實舊款就更加之有自己嘅設計味道嘅，6/9/12嘅呢啲字形嘅辨識度呢極高嘅。反而近年改咗款嘅 Hydro Conquest 呢，雖然個做工係好咗，但係咧就好似失去咗一啲個性咁咯，自己覺得。嗱，另一隻仲犀利，原版60年代嘅 Ultra Quan 啊，嗱雖然就唔算好 Submariner 嘅款啦，不過都值得喺呢度介紹下啦。非常之60年代嘅鮑魚殼嘅呢個獨特嘅造型，所以 Longines 都復刻咗呢一款，我都有出片介紹過復刻嘅呢一隻嘅。咪度都借咗3隻 Ocean Star， 嗱第一隻就係復古款，不過就深灰色啦，就唔係一個全黑色嘅。個人比較中意呢一隻復古款多過之後嗰兩隻現代款嘅。咁之後呢隻 Ocean Star 200啦，即係200米嘅防水，咁其實咪度嘅性價比咧都好高噶啦。例如呢一隻200米防水咁啦，即都叫基本嘅潛水功能啦。其實講緊個定價都唔使8000蚊，就買到瑞士嘅潛水錶咯。咁之後呢隻就係 Ocean Star 600啦，咁亦都係600米防水嘅意思啦，加上有一個 chronometer 嘅級別，咁整體做工其實就好明顯好過200嘅嗰隻嘅，有個陶瓷圈啦，所以個價錢都去到過萬啦，14400蚊嘅呢一隻。咁之後嘅 Aidox 咧，亦都係一個瑞士嘅老牌子，1000米嘅防水。個做工其實係極之好嘅，你問我，之前都有同勞力士做過比拼嘅，可以重溫翻呢一條片。以1000米嘅防水嚟講呢，都係講緊定價1萬蚊多啲嘅啫，個性價比真係超晒班噶啦。唯獨是可惜嗰個知名度真係比較低，所以我諗大家有機會呢，真係要認識下 Aidox， 做工真係唔差嘅。嗱 Yamaha 嘅 Superman 亦都係佢哋嘅另一個經典，都係偏向於原本個設計嘅呢個設計風格啦。嗱，有興趣 Yamaha 咧，亦都可以重溫翻呢條片。原來拍下我都介紹過好多錶。咁啊，波爾咧都算係另一個幾多潛水錶款嘅選擇啦。嗱，老實講咧，如果現場睇咧，我一直都俾呢個款吸引住嘅，因為佢嗰個平面嘅玻璃咧，加埋呢個平面嘅錶圈咧，就出奇地嗰個視覺效果咧非常之好。因為呢個加上呢個錶面個清晰度甚高咧，絕對有驚喜。最近我見 Facebook 嘅嗰啲錶 group 咧，都有錶主咁啱 post 咗呢隻，唔錯。另一隻嘅波爾咧，有一個70嘅字眼啦，係2023年呢推出，為咗慶祝呢個氚元素呢個氣燈啊，發明咗70週年，非常之有型。嗱，整體其實波爾嘅手錶咧，個做工確實係唔錯嘅。我自己都一直想收藏一隻氣燈去玩下啦，希望可以有呢個機會啦。喺呢度都揾咗隻 Zodiac， 亦都係一個潛水錶好有份量嘅牌子啊！有一個60-70年代嘅款式，好 sharp 嘅橙色 index， 加上一個多邊形切割嘅藍寶石水晶，咁所以咧呢一隻都非常之獨特，非常之有型啊！跟住落嚟就係一個現代版啦，咁基本上牌子都有現代同復古版嘅選擇啦。咁相比之下呢，頭先復古嗰隻呢，我就覺得有個性得多啦，亦都覺得特別啲嘅。頭先都講過，今晚呢真係，最可惜莫過於借唔到 Blancpain 嘅50 Fathoms， 唯有呢揾嚟一隻玩嘢之作啦。Spinnaker 嘅50 Phantoms 呢一個係擺明就向50沉致敬噶啦。咁但係做法咧就非常之高明。咁如果你話單致敬咧，就真係標迷一定覺得你抄嘢啦，或者一定唔埋單。咁但係改成為玩嘢嘅50隻鬼啦，我哋叫做。咁我標迷反而咧一樣乖乖咁俾錢，所以咧一出就賣晒噶啦。依家想買都買唔翻。另外亦都有一隻平民版嘅50 Fathoms 啦 ，Swatch 嘅啦。只要你用鬥雞眼去睇咧，其實真係幾似50沉嘅。不過呢個一次性嘅機芯呢，就真係令到唔少錶迷，包括我自己呢，真係有啲卻步。中國嘅代表一樣有啊，特別鳴謝翻明記錶行呢，借出咗呢一隻參與今次呢個拍攝啦。海鷗錶呢，近年我自己覺得做咗個大改革嘅錶款嘅設計呢，明顯有好大分別，young 咗好多啦，型咗好多。包括呢一隻潛水錶款，漸變嘅錶盤，水晶嘅錶圈。個款式一啲都唔失禮，如果遮住呢個 logo 呢，你真係以為可能去到 Longines 咁嘅級數添。咁啊，當晚 Gentleman Club 嘅創辦人呢 Oscar 呢都大讚呢一隻海鷗呢，竟然有啲意想嘅驚喜嘅。
日本代表當然唔少得 Seiko 啦，相信 Seiko 嘅營業額呢，我諗都好多係嚟自於潛水錶，甚至乎黑圈黑面。咁 Seiko 呢確實係造福萬民嘅，以咁平嘅價錢玩到一啲潛水錶。我阿爸以前都好多 Seiko，所以我細細個已經覺得呢，如果隻隻都要 Rolex 咁嘅樣咁嘅。咁啊，最後都有3隻電子錶嘅佳麗啦，嗱，證明呢個經典嘅潛水錶款嘅造型呢係有幾大嘅市場，好似每個錶迷呢都一定有1、2隻傍身咁啊。不過呢度有個得意嘅嘢分享下呢，當我有呢個構思去做呢一集嘅時候呢，咁啊問錶友借啦，問牌子借啦，咁但係偏偏發覺自己原來係冇呢個款嘅，即係我意思係完全係冇呢個黑圈黑面嘅潛水錶嘅。咁啊，潛水錶當然係有啦，睇嚟我都要考慮下去入手一隻咁經典嘅呢個款式。嗱，大家又有邊一隻嘅黑圈黑面呢？或者中唔中意今集嘅邊一隻呢？不妨都留言討論一下你嘅睇法啦。影片嚟到最後，潛水嘅錶款呢，當然要嚟一個夜光嘅測試。大家都知道 Super Luminova 係有級數之分嘅，但係我諗冇太多嘅機會呢，可以咁樣放出嚟呢，一齊去比較一下。咁啊，觀眾們呢就有眼福啦，個畫面非常之震撼，非常之壯觀。整體我自己覺得呢，都係瑞士嘅嗰啲大牌子呢，真係比較光啲嘅。咁啊，今次嘅分享就到呢度先，希望再有下一次類似嘅主題分享啦。我自己就想做一個一體式鏈帶嘅集嘅，希望不久嘅將來可以啦，或者要集結下觀眾同埋標迷之力啦。如果你中意今集嘅，記得俾個 like， 唔中意嘅都俾個 like 當獎勵一下我咁認真借咗咁多嘅標啊。同時都可以 like 一下澳門 Gentleman Club Link 嘅 IG 啦，同埋 Facebook 嗱。就算香港嘅朋友呢，其實一樣可以 like 佢哋噶，因為呢間唔中呢都會舉辦一啲香港嘅聚會嘅。咁啊，再次多謝收睇，我哋係 Watch Cat Vlog，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